我们以前有没有见过面？我好像不认识你啊。我的玫瑰是我精心挑选的种子，看着它们长大，很有满足感。姑娘，我提議你唔好搞咁多嘢嚟。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遇见世界，对照彼此，对照现在和过去，有对照生出的结果，也许会给我们带来困惑，但困惑有时候会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容易看清自己，看清世界，趋近真理。我出生长大在一个节奏缓慢、媒体单一的时代，那时的人和物都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温和，来得及应对。现在网络科技的发展，媒介的变化，让人们越发马蹄哒哒，瞬息万变，色彩缤纷的众生相，看似快消，却又不是索然无味，以至于我现在想弄懂的事情有很多，不妨就从这里开始吧。现在好开心啊，见到女神嘉玲姐姐，我也很期待互相了解一下。本节目由东森自然美独家冠名播出。嘉玲姐，哎 ，Hello， 你好啊，你好啊，終於等到你啦！坐一坐。謝謝你邀請我來。那個建築物，你好會選啊！你知道這個建築物是？我知道啊，這是一個網紅打卡點。你來過這裡嗎？我沒有來過，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要拍照，上海這個地方就很有名。這個公寓很有歷史的，是大概1920幾年的公寓房，它叫 Romandy 公寓。而且你知道嗎？在那個年代，是上海非常現代化的一個公寓，非常漂亮，很有上海的味道。嗯。你這麼了解這邊的建築，你是有做攻略嗎？沒有，其實我對上海還是蠻熟的，因為我老家在蘇州嘛。如果你旅行啊，你是不是要把整個 plan 好，然後把你覺得好吃的地方、好玩的地方發上那些對，微博啊什麼，介紹給別人，對踩點的那些。那現在我們都很多照片。因為可以修圖嘛，是。但是你以前就是用相機，就是要用那種菲林去拍的時候，就不能修圖了。沒有修圖，而且我們也不能馬上即使看到拍出來是什麼效果，就只能等攝影師弄完之後，或者是雜誌封面出來。但現在回過頭去看一下，哇，那個時候真的要很自然美哦，就是東森自然美啊，真的要。自然美啊！而且基本上我們以前沒有這種社交媒體的話，知道你們的消息。靠狗仔隊啊，狗仔隊就是我們的媒體啊。沒有了，其實我看回20、30年代、50、60年代那些明星，其實跟觀眾還是有很大的距離的。那距離呢，也會產生一種美。因為我不是那麼的真正的去知道他私生活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他永遠出現在我的面前，就是熒幕的一個光輝形象，所以不是那麼的貼近他本身的一個生活。那現在是完全顛覆了，就是藝人也會自己去平台裡面展現一下他自己的 lifestyle。對，那你比較喜歡以前的還是現在的呢？都喜歡。有時候保持一些距離還是蠻神秘的。那現在這個社會大家都開放，我覺得這樣也好，可以讓觀眾更貼切的去知道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跟你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一定是给公众这样说那样说，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对 ，I'm so sorry 。很累啊！以前在香港那么多狗仔队，会很惨，因为他们从我家门口就有一些车在等，然后到我出门。然后很多时候我不会说每一个地方都想让我妈知道我去了，然后也不会想让我妈知道，这个很麻烦。对，也不会让我妈知道我跟谁出去了。每次都要被拍，根本我妈都不用问我了，她看报纸就好了。那你心理压力那就好惨哦。对，所以我跟香港的狗仔队很 friend。我会跟他们说，来，这里先不拍哈，就千万。真的吗？你会跟他们做朋友？我跟他们超级好朋友。私下要给钱吗？不用，请饮料就可以了。真的？对，他们对我很那个的。啊，真的啊。而且我再怎么请专业的开车司机，还是逃脱不了他们。没用的，他们是车手。对对对。他们很夸张。而且我甩掉一个车，下一个地方可能又有他们的人在了。哇，他们是搞特工的，我觉得。我没有学到你这个东西，我应该跟他们交朋友。这样他们我在你身上就因为他们就是要交功课嘛，那他们交到他们的功课就好了。我现在不会介意狗仔队怎么写我，怎么拍我。我可能年轻的时候会在意一点了，像他这么，可能我开始慢慢年纪大了，我找到了我自己了。我觉得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你要接受你的缺陷美，所以，反而现在好了。你介不介意你身上有一些标签啊？比如说，人家会说你是何鸿燊的女儿，赌王的女儿，你对这个怎么看呢？我觉得我能当我爸爸的女儿，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身份也带给我非常多的便利，就可能我做事情会比别人简单，而且关系上面可能比较容易打到一些关系，然后可以更容易去做。就比如说你的物质资源应该是非常的丰富的。我觉得你小时候可能玩具都玩不完啊。没有。没有吗？应该是这么说，我小时候，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慈父，就是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是黑脸。我妈就是永远的黑脸。但是我爸这个白脸是拿不住我妈的，所以等于说黑脸是永远赢的。所以呢，其实我一直以来被我妈灌输到，我觉得我爸是赌王，就没有怎么样，就因为我没有特权。你喜欢赌钱吗？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爸也不赌钱。对的，对，然后就可能他会分享一些故事嘛，他就可能会说啊，比如哪一些人拿着一箱一箱的现金啊，然后进来赌啊，然后赌到现金都没了，然后还不愿意走。他会跟你分享很多这种故事。会，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真的就这么，他都说那些人就是可能样子就是没有精神啊，或者是你爱上赌，你就会整个人的气场很不好，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不喜欢赌场这个地方。你的那些光环会不会让人家忽略了你本身的一些努力呢？会的。就比如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你进学校很容易啊，很简单啊，你爸妈都给你安排好你的路了，都铺好了，就会觉得说你所有的成就或者是你自己得到的一些成绩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家里面给予的。但是所以你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因为人家会拿这个放大进去。对，就你做什么，他都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这肯定不是真的，这肯定是可能买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做的就是我去考了一个会计的牌照，然后那个牌照是买不了的，我就是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个牌照。但就觉得说那就考吧，反正买不了嘛，那我就证明一下，就是我也有这个能力去做。就毕竟还是想要证明自己。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想做到的就是让大家看到的何超莲不是你认为的何超莲。我自己的个性跟大众普遍对于我的认知是有点落差的。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上综艺，而且会接触这么多社交媒体，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自己为自己的发声，就自己去讲述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那怎么样来形容何超莲呢？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很努力在突破，就是我会去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也有一个可以往上走的空间。对，这是我比较想要证明的，而不是说标签了赌王千金，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比较想的就是大家也可以感觉到我是一个努力的人，然后也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对，那你呢？我觉得除了他们标签给我的那些定义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喜欢生活，我喜欢对这个世界抱有热情。我希望我人生的一些经历，走过的一些弯路，通过现在发达的网络媒体，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遇到一些类似我的这种问题，你可以拿我作为参考。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信心，你可以去改变一些不太顺利的一些情况吧。然后一定要设定下一个目标。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对生活充满了好奇，我也不断的想去探索未来的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要接触一些年轻人，像你这样的，我还是喜欢去看一些新的东西啊，接受一些年轻化的思想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速度，而且太多新的东西在你面前，值得你去学习、去拥抱的。而且你会很有活力，就会越活越年轻。是的，是的。我觉得你不可能去讨好每一个人。是。就如果说你去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基于他们怎么去看待你，而你有所改变的话，那太累了。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忠于自己，就是你自己活得满足，然后你自己内心是充实的，那你给大家的气场啊、感觉啊，也都会是舒服的。是的，这样就好了。是的，就不要特别去树敌，也不要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觉得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你要接受你的缺陷美，缺陷也是一种美。我觉得美是回来做自己，然后美是源源不断的那个爆发力。不管你是10岁、20、30、50、60，哪怕到了90，我都会看到90岁很有光芒的一个老太太。我觉得女人在每一个阶段，你有足够对自己的了解，有自己的信心，你会散发不同的美出来。因为我走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更漂亮，而且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开心，就是更能接受我自己。非常同意。就我觉得美就是你去勇敢的面对自己，然后勇敢的去活出一个新的自己，勇敢的去突破，然后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可能更好的事物、更美的一个发现。对的，对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驱动力，更迭初心。每一个人都有他向前的内能，进步不止。虽然能力有限，但我依然想让你看到我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传递这份态度和热忱，希望你能有所思，有所得。